朋友们，很多人呢，在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忧。为了什么担忧呢？比如说担心失业，担心没办法照顾家庭，担忧孩子的成绩和未来，担心皮肤的衰老、身材的走样等等。这只是列举的一小部分，还有很多在我们过往人生中让我们担忧焦虑的事情。那么大家有没有想一想，就是我们对于未来也好，对于人生很多的课题也好，我们拼命追逐，拼命努力，拼命奋斗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？想象一下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程序，而这个程序的代码正是我们的人生经历。我们刚出生时，这个程序是空的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听到的每一句话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经历的每一天，都会被储存下来，形成一套代码。这些代码会自动运行，决定我们接下来的思想和行为。所以，我们最初降生到这个世界，然后接受到所有的启蒙教育后，形成了对世界所有的认知以及思考的方式，也就是所谓的心智。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被不断的教导出来的，就像是一个刚诞生的 AI 一样。从最初的时候，我们接受到的教育，告诉你你是谁，然后不断的再去喂知识，不断的去喂数据。但是人跟 AI 的差别在于，人有眼耳鼻舌身意，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主动和被动地收集信息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出生在秦朝，那么你所接受的所有的认知呢，就会是那个朝代所有的东西。你是根本想不到什么是手机，什么是电视的。那么你对世界的认识，以及日常的接人待物、为人处事，所有的行为规范都是符合当时那个时代的。所以说，心智是可以被定向驯化出来的。就像可能有些人看过《楚门的世界》，你从你出生开始接收了什么样的信息，你就会形成什么样的逻辑思考的能力。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三维世界里，所有人的心智都是伴随我们的降生，然后再到死亡，中间这一段呢，就会形成我们的心智。你可以运用它来完成任何在你能力范围内的事。这个工具本身也是相当棒的，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人类的发展就知道了。不过它还是有限制的，也就是被限制在大脑当中。随着身体的消失，这个心智也会消失，因为它是伴随我们的形而出现的，也会伴随我们的形而消失。那么心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大，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。心智本身并不是那个答案，就是像外界所有的像，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心智是可以通过所有的像去获得一个体验感的，就像以往我们接触过的所有的修行的体系，告诉你去破相，破我相，然后破外界的物相，破所有的这些相。心智对于物相获得的是什么？并不是获得物相本身，为了有多少钱，为了有一个好车，为了有一个好房，或者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最多也就能拿几十年，只是过过手而已。它带给你的是什么？是体验。但是如果基于心智诞生的妄欲来去追逐这些外相，那么物欲就会越来越重，于是呢，就会受困在各种困境里，然后还让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轮转。也就是说，心智在获得物象的时候会有一个体验感，而这个体验才是获得物象本身的意义。举个例子，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生活中奔波操劳，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度过，无论是婚姻、财富、事业、健康等等，每个话题只要说到就有太多的苦恼和无奈。而其实我们去看看，不管是你在意的身体、财富、名利、
成就，还是你抓取的美貌、身材、业绩、寿命？这一切是什么呢？都是梦幻泡影，它每时每刻都在生灭，都在变化，而这些都是自心投射的幻影，也就是说，都是你自己的影子。你无法让影子如何，因为影子只是响应你所示的，而大家呢，却把影子当成是真实的，每天期待获得更多，然后呢，获得了之后又恐惧失去，惶惶不可终日，活在颠倒妄想里，于是必然会陷入无穷无尽的轮转。但是体验本身是丰盛的、顺畅的。你之所以不断地经历匮乏、经历困顿，原因仅仅是因为你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屏障。你本身是无限丰盛的，但是你却在你自己之上设置了一道又一道的障碍。也就是说，你迷失了本心，迷失了你自己。再比如，有很多父母呢，都在操心自己的孩子，非常的担忧、焦虑孩子的成绩和未来，而这些呢，都是大可不必的。真正能够帮助孩子一生的是什么？是让孩子看见和理解自己究竟想要怎样过一生。不论孩子想要以什么样的角色来体验自己的一生都非常好。在这个三维游戏场内是没有小角色的，每一个角色都是奇迹的创造者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挣很多钱、身居高位、光耀门楣才是真正的优秀。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人生剧本，都有自己的天赋才华。当孩子链接到本源，链接到自己，然后响应自己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顺应自己的天赋才华向前走。那么在他自己的这一场人生体验里，他就可以活得丰盛、幸福和自在，而不是迷失在外面的那些相里，活在匮乏无常里。这些难道不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吗？所以来到世间走一遭，一切如过眼云烟。你真正要面对的课题是你的真心，是这个心的体验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层面的时候，才能从迷失的状态重新的回归。这个时候你就觉醒了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？其实就是8个字：当下一刻回归本心。这一趟旅程无论经历多长时间，最终的目的是不会变的，那就是回归本源，回归你自己。而当下的游戏场里，你看到的财富、情感、健康等等所有的一切，其实都是你体验的工具。就是因为你不明心，所以你才困在这些相里面，觉得外面都是问题。其实不是相有问题，是你的这颗心有问题。而这些相都是工具，是带不走的，一切如过眼云烟。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你是能够带走这具身体，你还是能够带走你银行里的存款，你都带不走。所以有句话怎么讲？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真正有的是你这颗真心的体验，是灵魂的体验。所有的工具就好像一层沙子一样，要打磨你的灵魂，让你的灵魂褪去它上面的这些尘垢。所以在当下，或者说在很小的时候，在孩子很小的时候，如果大人是明心的，是理解这些的，那么对于孩子的教育也好，对于你自己人生的体验也好，你要看到真正的彼岸在哪里呢？真正的彼岸在本心这里。本心是什么？本心就是本源的声音。本源的声音只有在当下一刻你才能听到，你才能感知到。所以我们上面说要在当下一刻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你唯有在当下一刻，你才能够听到、感知到。当你在当下这一刻的时候，你的头脑是不在思考中的，你不会去分别好坏、对错、善恶的，你只是在当下一刻，
当下一刻的声音是清明的、喜悦的、自在的。这里的当下呢，可能每个人理解的会不太一样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活在他们的心智里，所以他们理解的当下就只是概念上的当下，是头脑对当下的概念。什么才是真正的当下呢？当下就是此时此刻，当你完全停止大脑的思考，不做任何心理分析，警觉地觉知此时此刻的时候，你觉知到的就是当下。这可能和你平常说到当下时的当下会不太一样。你可以这样试一下，就近选一个物品，然后警觉地看着它，不要思考它的特性是什么形状，或者有关它的其他信息，只是单纯地看着它。如果有想法冒出来，也不要理会，继续观察着它。你是否感觉到了那个没有时间、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宁静，还有和平和喜悦在里面的当下？感受下的当下是不是和你平常说当下时的当下不太一样？事实上，只有这才是当下。这个地方就是你和本心的链接之处。当你完全有意识地处于当下时，你就与它取得联系了。而当你顺着本心的声音，你生命里的卡点也会被一一破除。这个卡点呢，指的是在这个游戏场内，围绕着心智层次的卡点就会被一一破除。当这些生命卡点被一一破除之后，你也会真正体验到轻松和丰盛。而之后，你继续无牵无挂地扮演好你喜爱的角色，继续向前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变成了这个游戏场真正的超级玩家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